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跟考拉喝杯酒，我是温哥华的考拉爸。直播刚打开，然后就能看见我大老王的直播间啊，教主的直播间5900人，我操！我的直播间有59个人，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来，我看看我的直播间现在有没有人啊？我估计9个人都没有。直播刚打开，然后就能看见。哎呀，还有一点延迟。沙发2个人，欢迎欢迎。我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咱们能聊天对不对？我我会珍惜直播间里的每一个人啊，感谢大家这个愿意过来看我直播。我最近几周已经很勤奋了吧？就当然没有每天了，就是至少9个人了，你看看，不到1分钟吧。就虽然不像教主那样每天播啊，但是我最近好像每周都有一次直播吧。真爱粉，感谢啊！我们这儿没有粉丝啊，大家都是网友。来了9个人都来了，就应该有9个赞，朋友们，9个赞。这个既然这个时候都来了，那大家肯定是特别好看。你好，你好，你好！你说你这个名起的，我一看你我就以为你是风四娘。Hello，嗯，哎，不要妄议教主啊！教主怎么？教主不是要废话太多，教主是有我没有的松弛感，我很羡慕。我为了有这个考拉睡觉了，考拉没睡觉，现在是9点，考拉睡觉一般得10点半，所以我一般直播1个半小时，然后就得上楼再哄他睡觉。哎呀，这个你下次把疯子娘去掉，你把小迷弟去掉有什么用？那你不就是冒充的吗？我操！这么晚才直播就想错开教主嘛，就顺便蹭一溜。万一教主那儿一下线了，意犹未尽，没有人看了，一发现我这还在播，这不就顺便跟教主蹭一点吗？隔空蹭啊！我应该先去教主那儿说一嘴，说等会儿你们看完不过瘾来我直播间啊，然后我再过来开。哎呀，2025年加拿大移民不是变难了吗？今天跟大家直播聊一聊移民的事儿。哎呀，聊一聊感受吧。快进入主题，这么着急？啤酒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Miller Lite，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的啤酒，那个 Miller Lite，这个最早是看乐乐法力推荐过这个，然后我本来以前在俄罗斯的时候我就喜欢喝 Miller，但是不是 Lite 的，这个确实是度数又不高，然后又比较清香，比较好下。德州红脖子喜欢喝这个，就是用他的话说就是可以喝到，呃，要的效果是可以喝一天，就不是为了喝醉，是为了这个可以一边打台球一边聊天，一边跟朋友扯淡，一边做游戏，然后一边泡妞，就是从早喝到晚。但是我这个酒量吧，再加上我不喜欢以非常慢的速度喝，我酒量又没有那么好，又急，所以对我来说，这个 Miller Lite 可能在8听到10听左右，然后就挂了。你再喝伏特加，伏特加我喝不下去。我在俄罗斯这么多年，我都喝不下去伏特加。我觉得伏特加不存在好喝不好喝，伏特加就是一个没有品味的酒，伏特加就是纯酒精味儿，我喝不了。就伏特加唯一存在的形态应该是跟别的酒调在一起，但纯饮伏特加那真的是酒鬼，那就是就差把工业酒精兑嘴上喝的感觉是一样的。晚上好，晚上好，29个人，你看看30多个人了，哎呦我操！这是我直播巅峰，我操！我得自己喝自己一个。为了让自己能达到松弛感，我特地先喝了3听才开始的直播。
我用的司美格鲁肽是注射的，白酒和伏特加不是一个味儿，白酒是有它的那种粮食带来的香气的，伏特加是纯酒精味儿。就是它不是难不难喝，就是一个人要是喜欢喝纯酒精的话，那它就好喝，要不然它就不涉及到味道的问题啊。咱们今天聊移民的啊，聊移民的。这前两天收到一个信息跟我说，他43岁，私立学校英语老师，出去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站住脚吗？就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问得我感慨万千。哎呀，就首先啊，出去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个问题，我从刚建立这个频道那天开始就回复过，就到了加拿大好找工作嘛这道题，回复了5年了。我跟无数人都说过，说找工作这件事儿，第一你的语言怎么样，第二你的技能怎么样，抛却这2点，还有就是你的情商怎么样，你找工作的能力怎么样。第3点是很玄学的，就即使你是雅思9分啊，即使你是技能没有问题，胜任这些岗位，但假如你技能胜任的岗位不是那么紧缺的话，剩下的还是你找工作的能力，会不会写简历，会不会面试，以及会不会给自己铺路。很多人他就不会啊，就跟找对象有点像，就不是说你身高1.85米，你有个正经工作，你就肯定能找着对象，对吧？有时候都是玄学。你看那个人哪不如你，他对象从来都没断过，他是个玄学。我不认识你，我咋能知道你能不能找着工作呢？这太不好说了。包括现在很多人抱怨找不着工作，那你为啥不先问问自己，你为什么找不着工作？你念书了，你毕业了，你投简历了啊，就活该你应该找着工作。你要是找不着，就是这个社会的错，凭啥呀？就你换个方式想一想啊，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中文又没有你好，社会又没有关系，毕业了就只会在网上投简历，他找不着工作是不是很正常？而且他应聘的那些工作跟本地人又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他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和特点，他找不着工作不是活该吗？那人家加拿大这边就算是没有中国那么强的社会关系的关联性，那人家3代5代就生长在这儿，根红苗正的，从小出去找工作的时候，找实习的时候啊，这是你汤姆叔叔，那是你 Tony 大舅，人家就有这个社会关系啊。我大学室友最好的同学现在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我给你介绍，人家就有这个关系啊。或者说他没有那么牛逼，但是他可以帮你内推一下吧，他可以帮你介绍个实习岗位吧。那你没有这些社会关系，你找不着，你首先就比人缺了一环，那你必须在其他方面补上这一环。你优秀在哪儿呢？你文化又不相通，你语言又没有人家好，那剩下的就是你专业技能特别牛逼，工作简历特别牛逼，才能弥补这一环了。要不然你找不着，那你抱怨不着别人，那你就应该去那些没有那么多人竞争的岗位，也就是所谓的紧缺专业了。所以找不着工作这件事儿没有办法给别人建议。加拿大的劳动市场，我有一个还不错的网友是 BC 省，就是这种公共职能部门，专门负责帮人找工作的那种部门。他们有各种整套的计划，也是免费的服务，给那些想找工作、想寻求职业发展的人，告诉他你的路径在哪儿，去哪儿能有什么材料，怎么学习，能考什么证，能上什么班的。但是仍然很无奈，这个劳动力市场，他们观察和我自己总结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老板招不着人，员工找不着工作，双向选择困难。43了还出来，哎，你这话说的，多大都有机会出来。教主是哪个？教主是老王来了，王吉洲，老王来了。那个频道我以前推荐过啊，就是推荐过之后，老刘爱老王，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刘哥还记得我不？你这个名字我很有印象，因为看起来就像我爱教主一样。没事没事，这个今天的直播我不删，你出去踢你的球，回来可以继续看。
你要是万一特别担心我把这个直播变成会员专享的话，你也可以注册个会员。然后我想说的是，我感慨万千的是，因为这个人问我的问题啊，他说他43岁，私立学校英语老师，出去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站住脚吗？我最在意的是最后4个字，能站住脚吗？好难，好难，好难啊！而且，假如你会把这种问题问到别人嘴里的话，你很有可能站不住。就像我刚才有个网友跟我说的，说你说 SUV 移民说的不够狠，他们造假都造成啥样呢？说你应该告诉他，你要办 SUV，你还要找中介，那你大概率不适合办这个。一样，你要问别人你能不能在国外站住脚，你可能站不住。就我也见过某些 UP 主啊，就非得说，移民是好事啊，出去移民挺好的呀，出去看一看啊，长长见识，然后再回来啊。移民肯定就国外的生活肯定没有中国好，但是不耽误你办个移民长长见识。办移民谁不是牵一发动全身，伤筋动骨啊？你咋那么贱呢？你非得费那么大劲出来长长见识，你就办个旅游签证出来长长见识不行吗？办移民出来长长见识，花个几十万人民币遭那些罪，你长啥见识了？而且你在办理移民的过程当中，会存在于长时间的动作变形，就是你办理移民和你生活在这个国家还是两回事儿。有好多人，我本来美术大神，我本来是国内那几个最牛逼的期刊的这个，因为办理移民，所以我要去干一个后厨的工作，干2年，那长啥见识了？那不就是体验一下底层人的生活吗？因为你拿到 PR 之后，才能做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儿。那拿到 PR 之前，那就是为了移民的妥协和屈尊吧。所以我觉得这跟长见识没关系，这也不是长见识的方式。你要付出这么多代价，冒这么多风险去办移民，一定是因为你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必须得走，我不能留在这儿。留在这儿，我肯定有一个点让我绝对接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频道里总说，你要是问我你适不适合移民，你肯定不适合；你要是问我你该不该移民，你肯定不该。你但凡想移民，你一定是不用问我这个问题，下定了决心，我今天要么走，要么死，然后你再来问我移民的事儿。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就是不适合移民。你要觉得，哎，我衡量一下，我觉得去国外试试2年不行，我再回来，那你大概率不适合，因为移民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今天这期视频的标题啊，我说2025年了，你们才觉得移民很难吗？移民本来就是很难的事儿，我觉得25年这个移民门槛提高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说实话，我特别想喝完酒聊这个话题啊，因为在我心里已经压抑很久了。就是这个移民门槛，你们要是觉得高的话，你压根儿一开始就不该来。这个移民门槛拦不住你的人来了，才能真正适应这儿生活。因为移民的难度远远不止于拿那一个 PR 那一个卡而已。移民的真正的难度在于你最后能不能生活在这儿，能不能留得下来。用这个网友的话说叫能站住脚吗？好多人来移民，最后骂骂咧咧回国了，经历了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认知失调，从此下半生对加拿大恨之入骨，张口闭口就是说加拿大诈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年人的觉悟，他们站不住脚，他们经历了巨大的挫败。在来之前，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国内某一些方面的成就，觉得自己很牛逼，自视甚高，觉得自己很厉害。结果来了加拿大之后，发现连个他妈刷盘子的工作他都找不着的时候，他就崩溃了。那这个人崩溃的时候，他只有2个选项，一个是我是王八蛋，我不好，我要改变自己，迎难而上，改变这个情况。哎，真的有人这么做了，成功了。那另一些人呢，就是肯定不是我的问题，肯定是这个国家出的问题。我找不着工作，他妈这个国家有问题，我还能找不着工作吗？于是这类人就最后选择了回流，回到自己的舒适区，继续骂街。加拿大不好，加拿大崩溃了，加拿大是骗局，加拿大是泡沫，加拿大也生活着这个4000万的人口。
这泡沫里面人还挺多的。哎呀，这就是真实的现象，因为移民本来就是这样很难的事儿。我以前看过一本书，里边有一句鸡汤啊，说你站在一座山上，看见另一座山上风景更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你的这座山先下去，然后才能往那座山走，大概是这意思。移民就是这件事儿，很多人是下不去这个山的，或者说他站在这个山顶的位置，他下去之后他没有力量再爬上去了，他原路返回可能还有个电梯，但他往上走就只能用腿儿的爬这个山，他爬不动。少数人啊，就我经常说的"山高不爱白云飞"那句诗，你水平特别牛逼，你是可以从这个山头直射到那个山头的，不需要爬这个山。但这少数人嘛，可能100个人里边也没有一个，剩下那99个就别吹牛逼自己怎么牛逼，怎么有地位，怎么自视甚高啊！我到了这儿找不着工作，就是这国家的错。你没有直接发射到那个山顶，就是你的问题。你既没有发射到山顶的能力，你也没有发射到山底下再走上去的勇气。你就是一个在自己被保护的很好的舒适区里长大的温区垃圾。说你垃圾也不合适，毕竟你在自己那个区的环境里面活得还挺好的。但你真的不是一个成年人，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移民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像一个巨婴一样，你觉得这就是应该你爸你妈给你准备好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口粮，那个用那个微波炉热好的奶直接喂到你的嘴里，让你自己去取个奶瓶，让你自己去奶牛那挤个奶，你马上就崩溃了。那移民就是你自己得去挤那个奶啊。所谓的山高不爱白云飞，是给真正的高手准备的。你不是白云，你是黑土。他71，你75，这是我们东北梗。你真的不行，所以你才要爬到底下去，你又不愿爬。移民适合的大多数人还是那种可以低下头、弯下腰、撸起袖子干活的人，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障碍的移民，他们没有偶像负担，没有心理负担，愿意从事劳动，对自己没有那种吹牛逼的想法。最关键一点是，他心里想明白这件事了。我得先下山再上山，我得从头开始，从这个社交礼仪到交通规则，重新考驾照，到这个新的文化系统，到你构建新的社会关系，这些东西你全都归零了以后，一点一点去学习，肯定是有下山和上山的过程的。那让你下山你都受不了的话，你可能就是不适合这儿。所以现在移民门槛提高了，可能淘汰掉更多的是不适合这儿，来了也会回流，也会骂骂咧咧的这些人。我觉得也是好事，因为你们在一起浪费了彼此的时间，就是一个非常不美丽的错误。看一看啊，教主看回放，老刘看直播，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不跟教主抢课，教主那儿结束了，来我这儿。声音还是有点小嘛，我操！我尽力了，我尽力了，我麦克风也支上了，真的没办法。普通人想出去，移民公司还有办法吗？普通人想出来是一直有办法的，但是不是移民公司有办法，得靠你自己。就是你楼下说的这句话，站住脚靠自己。问别人，别人给不了答案，就是这句话。就移民公司是给你一个标准，但你得能做到才行啊。老王也在直播，僭越了，僭越了，确实是几十万人民币可以移民加拿大。我估计30-40万到50-60万吧。RCIP 怎么看？RCIP 是我非常非常看好的项目，今年。下酒菜是啥？下酒菜是我以前管它叫韩国狗宝，我说错了，就我们东北叫狗宝桔梗，这个不是狗宝，这个是萝卜，腌萝卜，韩国的。然后还有这个我特别推荐的乌鱼子。头一次参加直播，同在温哥华。哎，你好，你好，你好，同在温哥华，以后可以有机会参加我们的网友聚会啊。门槛提高了，劝退一批本来就不该来的人，真正想移民的人吃香了。
被一群乱七八糟的人竞争。你说对了，移民跟投资一样，有贪婪有恐惧。现在大家都恐惧的时候，其实是应该往前冲，应该贪婪的时候。就像比特币现在在15000点，但是没用，因为你15000点的时候，你跟谁说，谁也不会听你的。再说，那比特币可能到3万点、3万块钱的时候，你可能就劝别人买了，它又继续跌到15000点，那人可能还骂你呢，对吧？这些人的痛苦其实来自把移民当成目的，其实移民只是手段。嗯，你说的对啊。你也问下酒菜是啥？我刚说那个韩国腌萝卜，韩国腌萝卜，还有韩国辣酱腌的那个螃蟹，哎，特别棒，推荐你下酒。那个段段，你有空来温哥华找我玩啊，咱们在温哥华再喝顿酒。然后 BC 硕博不是停了，是改规则了。然后跟大家说这个，我经常看有人说，前几天我还看一个我认识的朋友说，移民只适合特别有钱的人，财务自由和一无所有的人，中产阶级不适合。我就真的觉得好幼稚，因为劝别人你一定要移民啊，和劝别人你一定不要移民啊，他俩是一样幼稚的事儿，特别特别二逼。你没有经历过对方的人生。说这个话的那哥们儿，他也是在从小在温哥华长大，就待了很长时间，回国都是旅游式的体验。你不理解别人的切肤之痛，你不知道别人正在经历什么，你没有疫情3年被关在家里边，然后买个菜都买不着的时候，你的小孩没有从小就要学习什么这个思想那个思想的，你不知道那种痛苦。所以你也别张嘴就说移民只适合这个阶级那个阶级的，你咋就能总结出这个理论呢？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啊，我就按照你的标准来说，我算是中产阶级啊，我算中国中产阶级垫底的级别，没那么有钱啊。但是我要是不移民，我就会死的。我我以前还有那个，就我尊敬的啊，我尊敬的死动记，总说美国不是天堂，中国不是地狱。但是我想说一句，就你每天批评特朗普、批评拜登、批评美国政府的这些话，你要是回中国做这个频道，你在美国做这个频道可以让你有跑车、有豪宅，对吧？你要是回中国做这个频道，马上让你知道什么是地狱。就像我一样，我要是不骂特鲁多，我就能憋死。但是我回了中国，我就骂不了。对我来说，它就是天堂和地狱，它跟中不中产有鸡毛关系。你这个人在精神上的追求，你认为的文明的标准应该在哪条线上？你身边的接触人应该有怎么样的社交边界和礼仪？这些东西会形成你生活的幸福感和压力。对我来说，回国那种生活就太痛，但有些人甘之如饴，因为他们就是给我形成压力的那种人，他们就是我生命中的反派，就是我讨厌的那种人，就是我恶心，我出国之后会马上把他从微信和通讯录里删掉的那种人。所以这些人他回流就对了，他就不应该出来。然后他回流之后就应该在国内天天骂加拿大、骂我、骂我们这些人，因为对他来说就是他是世界的中心，他做的一切选择让他舒服的都是正确的。但对我来说，这个事儿我已经看明白了，就是吾之佳肴，彼之砒霜，跟哪个阶级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是有这种精神需求，你在国内就会活得跟我一样痛苦；你要是有另一种精神需求，你来加拿大就会特别痛苦。RCIP 那边你比较推荐 RCIP 的项目，我觉得是好项目，但是移民就是这样的，你不一定，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有好项目你就走这个项目一定能走成的，还得看给你操作项目的人。RCIP 特别挑战这个公司跟雇主以及跟社区的关系。31岁退化的码农存够了买房钱再过来加拿大，
这样就不会浪费在本金在房租上，也不会因为钱有太大压力，少了每个月的房租薪，轻松很多。怎么看？没太看懂，但是我觉得等一等可以，就谁也不知道过几年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但是在经济上更轻松，就永远是个好事啊。30-40万移民加拿大，我适合搞移民公司吗？错了，搞移民公司最好的时机是我刚建这个频道的1-2年左右，22年、23年的时候是移民行情最好的，无数人来找过我说咱们一块合作个移民公司，我干不了，有点像当医生的感觉啊。当然我也不是学霸，我做不了医生，但是我承受不了那么多人的因果，就哪怕是我做这个频道给别人提点意见，我都要挨骂，我都要被喷、被黑、被泼脏水。而且真的有人因为我的推荐，最后移民办的不顺利的时候，我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我没有办法心如止水的去做一个公司，去承担那么多人的因果和压力，我挣不了这个钱。有粉丝群吗？没有，我从来没建过粉丝群。即使有一天我真的要建的话，可能也是非常小型的，就纯自己人的群。我认识的人都说我40几岁出来不行，我来了第1个月开始读书考驾照，已经拿到本行的第1份兼职 interview offer 了，努力中，希望可以，加油加油加油！这个我喜欢看到这种消息啊，打他们脸。早就递交了，在等 PR 了，恭喜恭喜！在哈法顶着4小时的时差来捧个人场，感谢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看了名字，我就大概能猜出来你是谁。然后再加上你说哈法啊，这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哎呀，感谢大家收看，现在已经突破了教主1%了。石头哥软肋被捏了，哎不，我说起死动机是因为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尊重他。所有在我做频道之初帮助过的人，我都是很尊重的，即使观点不同，大家就是少说话，少发生冲突呗，就体面的保持距离。但是，也不要这么说，我也不觉得他软肋被捏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人的成长和变化。现在没人移民，然后抓住机会的人走了，几年后成功了。这时候一群人看到成功案例，又蜂拥而上。几年后人太多竞争不过，又开始骂街了。真实，你说的对，跟那个炒股一样，人性就是这样的。30万搞移民，可能也就是给移民公司的第一笔费用而已，没算其他。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啊，应该活动一下。移民并不是只有一个定价的。首先，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可以不花钱搞移民，有的人可以10万人民币搞移民，所以30万搞移民并不奇怪。在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会非常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啊，以为所有人都跟你是一样的标准。就有的人雅思8分，法语又能考到 B2，研究生学历，年轻，工作经验又好，职位又好，那他就可以甚至不花钱把移民给办了。人家在国内就可以一亿干捞，一亿干捞移民的人我也见过好多。所以不要把所有人都想成你的标准，他跟你的水平不一样，他跟你花费的费用就不一样。现在30万到40万能办移民的人，第一要求就是法语、英语2个都得会，都得达到个雅思5分左右的水平，然后再算上工作经验等等其他。你要是学不到，那你就别操心别人的价格了。24年 RNIP 成功的，据说就100多中国人，这还是22年递交的。RNIP 啊，早年的时候，第一，它是试点项目，没有那么多人来搞。第二呢，RNIP 很挑人的，就是很挑移民公司的。说白了，就是你的这个移民公司跟这些小镇当地的雇主和当地的社区的关系得足够好，你得能拿到他们的支持才行。所以办成功的人少，不奇怪，本来办的人就不多。但是
变成永久的 LCIP 项目之后，其实是要看，这个公司在当地有没有提前布局，有没有自己本来我在这儿关系就特别硬的这种实力。对，我就认识一个朋友，意义干捞，2022年初，英语大牛，满分还年轻，雅思满分，是，就干捞的这些大牛确实都挺厉害的，那人家就可以不花钱，甚至那个从头到尾的手续都自己做的，1分钱不用移民公司办，这看多了就不奇怪了。个人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容不容易的问题，这个从来都不容易吧，主要看你有多想。你真的想，自然会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法，然后努力去做就是。你说的没错，移民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移民不是指你拿到身份，指的是你拿到身份之后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站住脚留下来。呃，我操，段段，回头咱们做点这个切片啊。大哥，你把移民雅思满分的人拿来说，哎呀，你别这个嘛，这个帮沾事啊，大哥，你不要断章取义。我刚才还说了雅思5分，法语5分，你是听漏了吗？不用满分，雅思5分，法语5分加工作经验，你现在有吗？你1年之内能做到吗？再加上你培养一个蓝领类的工作经验，30万到40万人民币就是可以移民加拿大，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要是前2年有的话，你现在更容易。不是雅思满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那你做不到，有的人能做到，那他花的钱和你花的钱就不一样，这有什么可理解不了的呢？那凭什么你认为移民就应该是，比如说60万人民币，所有人都应该60万，有人30万就不你接受不了了，就扯淡了，还有人不花钱呢？你就是见的太少了。出门这个大街上多打听打听。考拉爸会法语吗？1分钱都不会。我会俄语，但是现在忘得很厉害，因为俄语不像英语，它有美剧啊，有电影可以看啊，可以保持。俄语是你离开那个语言环境，很容易就忘掉。FCIP 好走吗？我觉得 FCIP 好走，就是比 RCIP 还要好走一个级别。假如你会法语，你又能走这个项目的话，FCIP 简直太好了，简直不要太好了，这个会是我特别特别推荐你走的项目。再加上你，那个叫那个大哥叫什么？邦詹士，来，你往下看，这个叫 Jaden Football World， 你看看这个大哥啊，法语 CLB5，英语 CLB8，工作经验10，硕士，他30万就能办，他可能都用不了30万。这话我说的，吹牛逼，你也做到他这样，你也能办。你要是办不了，别吹牛逼。什么叫给移民公司的第一笔费用而已？他不用第一笔，他从头给到尾就这些。哎呀，我操他妈讲话真累。就是，但是啊，我建议你啊，就不要尝试这个事儿，因为移民真的挑战你的认知能力。你的认知能力不够的话，这个走到一半可能不一定是折在哪个坑里了，咱就不移了，咱就想点别的办法，在国内多挣点钱。我这是真诚的愿望，不是为了贬低你啊。生活费谁他妈给你算呀？你来了买辆法拉利怎么办呀？你来了是买6万块钱车还是3万块钱车？我他妈跟你说，我说的是移民费用，移民费用。他妈生活费谁给你算呀？再说了，像这种人走 FCIP 落地，人家就有工资，生活个屁呀生活。那买房子钱我还得给你算呗。你要是没娶媳妇儿的话，你媳妇儿彩礼我给你算进去啊。你要想养条狗呢，你不放这些屁话干什么？就是你是天生嘴硬吗？现在才下午1点呀，我喝了，你也喝了。谁他妈告你加拿大移民多少钱，还得告你生活费？完了你来了，他妈嫖娼嫖不起了，我还得给请你呗。他妈脑残，我操！不好意思啊，我不想骂人，但是就觉得你特别傻逼。我说脑残不是为了骂你，是为了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
考拉吧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看，就是下次你赶我喝第一瓶的时候进来，妈，你赶我喝第4瓶的时候进来，那你，对了，段段没事咱做点切片啊，把这个骂人的部分切掉，然后把那个重点的部分留下。有一个非常重点的部分，我想告诉很多人，就是好多中国人就是说我说的这个，你在这座山上看到另一座山上风景更好，第一件事要从这座山上走下去。有的人是可以直接弹射到对面的，但是极少数的人。然后，我觉得成年人啊，记住这样一句话，就是你现在还在国内啊，你的成就不代表你的能力，很重要啊！再重复一遍，你的成就不代表你的能力，一定要这句话。你现在在国内，你觉得你站在这个山头上，很有可能只是因为畸形的社会结构和你的社会关系给了你一个机会，空降到这个山头上，而或者说你坐着电梯上来的，那么很有可能你双腿肌肉不够，你从山上走下去都费劲，重新爬上去绝无可能。那种挫败感会让你继续坐着电梯回来骂街。事实只证明一件事，就是你没有能力办移民。办移民这个事儿对你来说太难了，你要回到你妈妈的怀抱里，继续该喝奶喝奶。你要大方一点，你还可以请同学啊，班长喝一口嘛，哎，老师校长，哎，你就跟于老师一样啊，请大家喝奶。你就不适合走这条路，因为你不行。别他妈回来骂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就是你不行。你的成就不代表你的能力，记住这句话。别骂人，好好说话。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都骂你了，你也没骂我，你有理，我给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不骂人，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哎呀，我这些年移民收到的消息每天都冰火两重天，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网友越来越多，我这周收到了2个网友跟我说，他们收到这个移民的确认信了。就我特别想说，我从来不删聊天记录，我就算换了几次手机，我的聊天记录都是全部转移。然后我能翻到这些网友2020年3月份跟我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聊天记录，从那句你好开始，到现在，我就真的可以从一个聊天记录里见证一个人的人生，从他开始萌发移民的想法，跟我说他移民的决心，跟我说他走到半路遇到什么困难，到中间他怎么绝望，到最后他跟我说我终于成功了，我走下来了。我从一开始看到最后，他人生当中就我们素不相识啊，但是我见证了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这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不是一个人，是千千万万个人。就虽然也有人在网上黑我说我是骗子，说我是垃圾，但是我一直知道，就是有一句英语啊叫 "Don't shit where you eat"，是我在梅尔吉布森的一个电影里看到的。不要在吃饭的地方拉屎。你真的想当骗子的话，你生活在温哥华，你去国内当骗子，你去缅甸当骗子，你去泰国当骗子，但是不要在温哥华，因为我的网友都是很真实的生活在这儿的人。我在学校接考拉的时候，都遇见过好几个家长跟我打招呼，说：“哎，你是那考拉爸。”你在这个地方当骗子，真正后来成功来的那些人，你会发现你身边都是一些仇人，而且他特别恨你，你都不知道他恨你，因为你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你，你不知道哪天就挨一板砖。这不是我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我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就是像今天这样，我身边有时候买个菜出来遇到一个人，就你好像喝个酒遇到一个人啊，敬你杯酒啊，就是那个你推荐的移民顾问给我办过的，我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好开心。我亲眼见证过这么多人的人生，但是同样就在这一周之内，我也收到过2-3个网友给我发的，他们办到一半怎么被坑了，怎么绝望，怎么上火，就是冰火两重天的消息会一直轰炸你。我想对这些走到一半特别困难的网友说，我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就是我希望我最后在未来的某一天看到你跟我说你收到这个 PR 的确认信了，然后我往前翻聊天记录的时候，翻到咱们俩今天你特别难受这个对话，我可以截图给你看，告诉你说，你看你当年多难受，你现在成功了。
啊，你要感谢你自己。我也觉得与有荣焉啊，算是陪大家度过了一段时间，做了一个人生当中有生以来40年最有意义的事儿。事实上是没那么容易，如果钱不够是挺惨的。你很多观点我同意，不过别乱骂人。事实上，大多数人不可能30万移民。呃，好，我再次跟你郑重道歉啊，不乱骂人。我现在就是，我只要喝完酒的讲话就比较飘，比较容易激动，容易骂人啊，不好意思，对不起。是这样的啊，大多数人不可能30万移民这句话，咱们扩展一下，大多数人不可能移民。我刚才说30-40万到50-60万，涵盖的是可能办成移民的人群，用蓝领的方式，大概在这个价格以内。假如你能把法语学得特别好，你本身的工作经验又没问题的话，可能30-40万。假如你就是纯英语，但是工作经验没问题的话，可能50-60万。但是能做到50-60万移民的人，也不可能是大多数。事实上是没那么容易，钱要多准备，这个事儿是没错的。我也会建议别人多准备钱，但是30-40万能不能办成加拿大移民？能办成，能不能学会法语？那他妈看自己了。你自己就是你想省这个钱，你就去学。你说这个钱我不学了，我就认花，那你就花，就这区别而已。大多数人是办不了。我这期的标题叫什么？移民本来就是件很难的事儿，大多数人是办不了移民的。即使办完了留在这儿，也会骂街，也会觉得自己不合适，因为他没有这个心情，他没有这个准备好，他自己的思想准备没有准备好，他不适合这个地方。我认识那个朋友就是教雅思的，自己申请的，年轻硕士，总共办完没花多少钱，那确实是那牛逼，没有办法。92人，哎，95人了，我操，新高度。其实我感觉学英语是过程中最容易的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出发前一边上班一边做。你说的对，有好多人就觉得我英语就4分了，我再也上不去了。那你是在好办移民的时候有希望能出来，但出来之后你怎么活下来呢？然后你的成就不代表你的能力，给你当头一棒，我操，我谢谢你。因为我觉得好多中国人沉浸在这个幻想里，没想明白。包括你挣了多少钱，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时代的红利不是你的能力。哎，我最近特别喜欢看 X 博士啊，我觉得 X 博士发哥特别适合移民北美，以他对这个稀奇古怪的探索的爱好以及他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他再不出来就憋死了。他都做 YouTube 频道，不就是因为这个在国内做不好做吗？我特别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出来。段段说的对，从想办移民到重新学英语3年半，到加拿大说英语就紧张胃疼，现在丝毫没感觉了，和 local 基本上对谈如流。那你看一开始你紧张的时候，我跟你说啥？你在国内，哎呀，难受都不敢考试，抑郁，就每天学好几个小时英语。我就告诉你，你的英语肯定没问题，你要相信我，你的英语肯定没问题。我和我朋友都是100左右办下来的，不奇怪啊。想当年我推荐的那家办安固的还25万加币呢，也有20万加币的，但是就正常分人。移民这件事就是你越厉害，花的钱就越少。我的认知是没钱别移民，来了解决生存意义不大。那你看他的状态，他在国内没钱，他活得也不好呀。麦克同学，他在国内看着自己子女受那教育，然后看着自己这养老养不起，看着自己攒这点钱，将来去趟医院又得砸回去，小孩上补习班也上不过别人，那他没选择呀。再加上他像咱这样似的嘴欠，他不移民，他他妈得进去。不是会英语和法语用不着60到100，会英语和法语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有希望3到40万能办下来的。
college 留学移民有机会，但是现在专业缩小了，你得紧缺专业。你说是坏事吧？好多人压根就不敢尝试了。但是我觉得好的方面来看，当他把你的选择缩小的时候，其实就等于移民公司强迫你必须得学这个能办成移民的专业，能找着工作的专业。你真学完了，你能找着工作，能办成移民啊？我觉得不是坏事啊。段段学英语，手机 app 还是报班？段段是死磕式学英语。麦克也在，我是你的会员。哎，你都充麦克会员了，你也不差多充一个。反正充麦克会员能看到有用的消息，充我会员纯粹是诈骗。我这会员已经好久没发会员视频了，我自己都觉得你们要是拿这个起诉我的话，我无话可说，我只能给你们跪地道歉。我猜段段不用多邻国，多邻国那种温柔的学习方式，远远及不上它的力度。温哥华生活成本太高了，没有绝对决心的人是熬不住的。第一，温哥华生活成本是高；第二，我就是有绝对决心的人；第三，生活又无聊，赚钱又难，我不同意。温哥华的生活已经是最不无聊的了。抱怨温哥华生活无聊的人，大多数是喜欢蹦迪的年轻人，会觉得温哥华夜生活差点意思，没有多伦多那么热闹。但是温哥华对于中年人又稍微喜欢一点户外的话，温哥华太不无聊了。温哥华夏天爽死了，温哥华冬天有加拿大最好，就全世界最好的滑雪场地。温哥华的夏天能玩的东西太多，它怎么会无聊呢？这个我不同意。你说温哥华妈生活又无聊，那我死赖在这儿干嘛？生活成本又高，就是他这个地方那么多有钱人，生活成本高，那有钱人愿意待，他生活成本才会高啊。大家聚在这儿，生活成本才会高啊。人都走了，他不就变鹤岗了？生活成本不就下去了吗？你要相信人的选择是很诚实的，他愿意花钱在这儿，他愿意花时间在这儿，就因为这个地方好。多邻国是你一直坚持的 app， 就当玩了。就你每天学4个小时英语的时候，有20分钟是给多邻国的，是吗？我就认定了一定要走医护，好找工作。你说对了，我一直认为现在选择医护行业是我敢推荐的很稳定的选项。我背单词从来背不进去，只有反复写、反复读才能记住。但有些人用软件背单词背得很好，对，背单词是需要语境的，我觉得。大家给 Alex 点点赞，哎呀，谢谢段段，你看来这么多人了，点赞那么少。温哥华比加州物价便宜不少哦，是就比美国便宜吧，也不是比加州。考老板确实该发一次会员节目了，好久没看到会员节目了。冲你这句，咱们这个发，一定发啊！这周下周一定发，该发会员节目了，太对不起大家了。移民的坑真的很多，我已经算很幸运了，也入过不好，也入过不少，确实是，这个我超级同意。移民就是一个，别说不是移民啊，是你只要离开你熟悉的环境，哪怕你从北京到天津，你对那儿不熟，就会满地是坑。对当地熟悉的人，就坑的就是你。你从北京到大连，大连到哈尔滨，哈尔滨到佳木斯，火车站一下车，满地就是坑，对吧？那你凭什么认为这些人出国了就不坑你了呢？而且这信息差更大，坑你坑的更爽。太好了，终于要发会员节目了！我操，我跟我的会员正式致歉啊！能让你们发出这种声音，我简直不是人！我操！我就这么熬出来的6.5不容易，我也是6.5，我那个6.5是骗出来的。我当时裸考了一次，我正常裸考是6分，我当时裸考了一次5.5，然后我隔了2周又裸考了一次，结果就6.5，就是他那个题的难度是不一样的。你赶上很幸运的一次，这个每一科的难度都不高，哎，就上去了。我是因为我对自己口语比较有信心，所以我主要是看那个听力和阅读的难度。好多人最高分是听力和阅读，但是我不行。走医护单词简直不是人背的，你说对。
而这辈子拼这一次呗，一次拼到底，而且走医护之后，这个你就从事这个行业也不亏，这个职业是可以累积上升的。移民就是一个很难的事儿。我必须得承认啊，就因为我做了自媒体，因为我做的这个频道，事实上我在移民的这条路上是走了捷径，比很多人更容易了，省了很多的痛苦。我媳妇儿这种才是真正办移民的态度，把自己关在屋里边，然后学个1年半的英语，人家这他妈才叫办移民的决心呢。虽然他没有我这么热衷移民，但是吃苦这一点上他做的比我好，所以也正是因为有我媳妇儿这个身边的案例，我也看到了。当有人跟我说：“哎呀，根本就找不着工作，刷盘子的工作都找不着”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是：那你只能刷盘子。那你找不着是因为你只会刷盘子，你不愿意从头开始。从头开始，第一件事就是学呀，语言技能证书，你有没有学过？有没有看过哪个职业缺人？你是不是真的想工作？你就跟个大爷似的，大屁股往下一坐，然后他妈的啊，这我来了，你给我工作吧。啊，没有工作呀，操，你这地方也不行啊。你就当年在国内到底他妈是谁给你惯出来这一身毛病了？一个医学名词顶2个单词，我觉得至少顶5个，就是根本就记不住那种。而好多我觉得都不是英语词儿。现在出来太幸福了。20年前刚出来的时候，跟国内就是 IP 电话卡联系。哦，IP 电话卡我还记得。但是同学啊，你要想，现在出来的人，他妈的，第一他可以用 Google，他好多论文啥不会查资料，他可以用 Google。然后单词不会了，翻译不会了，他有翻译软件 Google Translate。他妈当年出来的人不会的单词就拿字典查，我去俄罗斯也是拿字典查。问题是字典查完了这一句话拼在一起，每个词儿你都认识，拼在一起你也不认识。所以当年的人学语言学的特别扎实嘛。现在的人就出国学语言就没有那么快了。还有就是现在的人出来还有 Chat GPT 了，我操，他他妈写论文更容易了。它不是幸福，它会造成一个人功能退化，就是你不强迫他去干这些事儿，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干的。艾利克斯他媳妇儿太牛了，哎呀，也不算太牛了，就是这个人呐，就是这样。你结婚很多年了，但是可能，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你跟他结婚8年了，你俩就住在一起，你也没见过了。但是最后这哪是我说，就加上最后2年10年啊，我应该跟我媳妇儿不止10年了。14年结的婚，11年了，就是最后2年你才能看见他。我操，他还有这个优点呢，就是当他闷头吃苦学习的时候，跟老黄牛一样，我操，真他妈能啃。这个就是他有我没有的东西，就是性格互补的东西。教主播完了，来看看吧，教主终于播完了，我操！你看我瞬间突破100人的，哎呀，我在剪教主剩下的这个掉渣的这个，不能这么说，是我在底下捡到了教主筛选下来最优质的网友来我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啊！比个心。教主也在直播，考他爸僭越了，我不是僭越，我是间接蹭教主。教主刚直播完了，大家看完了，心里没着没落，火急火燎的时候，一看还有个我来找我发泄一下，这不就来了吗？在多伦多读西厨专业，8月毕业，报个紧缺专业再读1年啊？我觉得不用，今年8月毕业，大概率他能等到这个 RCIP 开放。RCIP 开放，假如需要西厨的话，他可以直接奔那些 RCIP 的小镇，不要再报紧缺专业。再不，假如他不想去 RCIP 或者办不了的话，那就再读一个护士、护理之类的证书，再去走这种医疗类的也行。
每次跟老公说学英文，老公都说永远没有办法做到你那样学英文。下班后以后学英文到凌晨4点，第二天7、8点起床上班。不，你太变态了，就是你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你比我媳妇儿还变态，我操，段段。我媳妇儿学到2点，我已经觉得很变态了。你学到4点，第二天起床再上班，这个我操，这是真比不了。陈永仁彻底没，我说实话，我要不是大家在骂他，我都不知道陈永仁是谁，我不了解他，所以我不知道。也有很多人他办移民是，我现在没机会了，譬如说我EE 啊，现在是470分，但是我去别的国家工作满1年，我又涨了一些分，然后什么时候你捞上我，我什么时候就来。所以不能说彻底没机会了。假如他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他完全可以等着将来EE分降了，把他捞上来，他自动拿个 PR 就回来了。我我重新学法语就学了3、4个月，我操！你又开始学法语了，好变态！我来了第1个月就有 interview 了，还是自己本行，也号称几百人抢一工作，我怎么没觉得特别难？吧，就是这样的，这种东西就是这样的。你有的人你就会觉得你根本就不理解他们说的难，但是难的人也不理解你为什么特别简单。老朋友前来打招呼，欢迎欢迎。优秀，可是我刚来，没有本地工作经验，谁知道你优秀啊？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你以前的工作经验应该给你加分了，我猜。或者说你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公司。20年前上一个 oral communication 的课，全班2、3个中国人10次 presentation，一个单词读的不准，被老师当众要求读了10多遍啊，很痛苦的经历。不过20年前，我操，05年，你错过了祖国的高速发展啊！03年留学，我操，全是他妈老战士。今天03年留学 BCIT 太难了，我操！09年拿 PR，自己办只花了签证费，留在这里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在国内就不习惯那种干什么都要靠关系，没关系啥也干不成的习俗。你说一点错都没有，屁他妈大点事儿，大家都要找关系，这个就叫内卷，关系性内卷，不公平性内卷，就是大家本来办这一件事都正常排队，但是有关系的人不停在插队，最后你没有办法了，你也得找关系插队，要不然你永远都排不上，所有你后边人都排你前面去，这就是他妈的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别跟我说什么中产阶级适不适合移民，我追求公平，我就适合移民。学英语就是要敢开口。想当年在 Oakridge Mall 里边做 part time，跟闲逛老奶奶聊天儿。哦，说到这儿啊，表扬我一个网友。我以前认识一个网友，柔柔弱弱的一个小姑娘，自己带2个孩子在这边念书。好多女的说自己在国外带孩子都崩溃了，但是人家自己带2个孩子，每天早饭晚饭还给做的特别精致，然后同时自己出去念书，把自己生活照顾的特别好。但是她就是学习学不进去，最后跑到一个极北苦寒之地去做雇主担保，在一个连锁大的这个 shopping mall 里边工作了2、3年之后，现在已经就是看不出来是柔柔弱弱的女生了，有点像中国那种女导演那种气质，而且英语口语练得特别好。我看到这种变化之后，就特别为她开心，就是一个人的蜕变，你知道吗？然后等她拿到 PR 之后，她就会再去读一遍书，再去学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再去重新找自己的工作，再在这个地方一点一点用缓慢的方式构建自己的生活。这是我在很多男性的身上看不到的力量。男性都在吹牛逼，但是女性都是在用一种很缓慢、看似很柔弱，但是一直在坚持，像龟形一样的速度达到自己的目标。特别 respect，特别 respect。我看到他英语那么好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操！
因为他当年就是那种来了之后说，Hello can I have this 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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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yes this one， 大概就是这个水平。到今天我一看，我操，跟人讲话打招呼，而不光是流利，而是那种口语发音的准确，真的特别特别感动。就是我能看到这些网友，能看到他们发生的事儿和故事，我觉得就是这个频道的一种幸运。我也想说给别人听，因为可能别人不会像我看到这么多人的这么多段故事。多大的矿业工程的实习我还真不知道，运气确实很重要。就包括我这个频道有5万的订阅，我也不觉得是因为我的能力，我的能力在这5万里边可能有1万到2万左右，剩下那3万就是运气，就是时运吧。我做这个频道开始那天就是移民开始爆火的那一天，所以这个话题特别受欢迎嘛。抖音那个沈阳老梁天天直播推 SUV 项目，SUV 项目在加拿大移民里边啊，假如放在2025年，你让我说加拿大移民项目挑一个项目重点骂一下，就像想当年的曼省留学一样，SUV 项目就是我现在看的加拿大移民最垃圾的项目。不是说推 SUV 的人都是垃圾，不能这么说。但是这个项目本身不是说它肯定办不成，也有人能办成，但是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诈骗的项目，就是荒唐和扯淡到不可思议。恭喜考拉爸直播间119人啊！我现在看109了，我操，刚才还119，谢谢你帮我盯了一下啊，人生的巅峰期。当年为了省2刀地铁费，冒着大雪去 Chinatown 买大米自己背回来，我操，这太血泪了！我操，这就是早年间移民的那个。几个月前考拉爸直播间10几个人，哎，不能这么说，最惨的时候20-30个人，也没到10几个人吧，就没有那么惨。我这个直播不是为了激励人，是为了告诉大家，成功的人很值得感动，但大多数人是失败的。所以原则就一个啊，你要有非出来不可、非走不可的理由，一条道走到黑，用尽你所有的力气去改变自己的人生，那你就办移民。你要是觉得这边也挺好，那边也挺好，我就探头出来看看，那除非你真的很牛逼，说看看就看看，说回去就回去，要不然你不要尝试。麦克说：考拉爸绝对是一个良心 YouTuber， 我非常负责任的讲，他来加州都是住我家，主打一个可靠。我去加州住你家，不是主打一个省钱蹭住吗？良心不敢说，我现在特别害怕这个词儿。我不想讲，我就想当个人而已，就勉强有底线啊。这个自私自利、贪财好色，但是勉强有底线。老袁漫谈，老袁，今天还有一个你的学生，中午跟我一块吃饭，给我推荐你的节目。我说这他妈不是我网友吗？我操！他说要拉我进你们的那个练功的那个群，说但是得付费。我说啊，那没关系。但是他说老袁漫谈，我说啊，那我知道了，那我应该可以蹭一下。讲日本商业故事的欧桑也来了，欢迎欧桑，欢迎欧桑啊！再次感谢。这个咱们今年争取东京见一面啊，争取东京见一面。你把奎斯给我找好。加拿大的公寓隔音怎么样？楼上有小孩蹦跳会很吵吗？惭愧的是，我来加拿大5年了，没住过公寓。假如是新房子的话，据说还不错，但是老一点的公寓隔音据说很差。20年看你在 YouTube 开播，并且受到启发，后来申请了自雇，很快要登陆了，期待在温哥华跟你喝几杯。自雇能办下来的还是很牛逼的啊！我一直是比较担心自雇这个项目的，
当年也出过视频，建议就大多数人不适合办，但是能办下来的人还是挺厉害的。温哥华喝几杯？贪财好色，这才是人，哈哈哈！对，是的，我就这样。那个麦克是不是美国说话嗓门粗的那个？那有可能是吧？东京热呀、哎，麦克，你是不是要去东京？你去东京可以跟那个欧桑联系，欧桑有那个风俗印象的牌照，还有侦探牌照，你们可以一块干点龌龊龊龊的事。哎呀，练功这个东西吧，老袁啊，练功这个东西吧，我就属于又想试试又懒的人。东京大风吹死我了，200斤都飘起来，不要随便说200斤的事。200斤不早就飘起来了吗？他妈飘着都下不来了，我操！假如有一天，我那天还在想啊，假如有一天我在加拿大，我要是走上了勇敢挑战登台开放麦讲脱口秀的这条路线，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就先铺垫一下，然后讲的第一个梗就是他怎么还不死，但是我不提谁，我就想看看现场观众有多少个反贼能欢呼雀跃一下。完了，我又回不去了，我操！我在说什么呀？哎呀，这个警察同志啊，我喝完酒了，我不喝酒的时候不这样。其实我现在不是我已经断片了。我明天早上起来都想不起来这一段。10.06了啊！你200斤啊？那可以扛着你，可以扛着你不换剑。我看你，我看不出来200斤啊，全是肌肉吗？我操！扛着你十里山路不换肩，跟领导走十里山路，你的荣幸。你努力，再吃点压死这个婊子，让他们一里地都走不出去，死粪坑里。哦，行吧，人生都是命，能不能去成日本再说。哎呀，什么小贝不小贝的，小贝懂个屁！我就觉得，怎么能有人就是你一知半解又那么自信呢？加拿大呀，从去年开始应该就停止申请庇护难民了，因为太多的印度人发现移民办不下来之后，全去申请难民。所以这个难民申请，第一是应该已经停止申请不受理了，第二是积压的人数太他妈多了，胡说八道。就是你不懂移民啊，就不要老吹牛逼，一知半解，他妈自信的要死。所以可以反向推，这逼是不是真的懂财经，真的懂炒股啊？算不上新，这是去年在美国买的帽子吧？哎呀，别管小贝是谁了，傻逼，这小娘们儿特别爱我，就妈搞得好像我搞过他一样，我操！不是小娘们儿，是个男的，但是老对我念念不忘，动不动就想起我，我不愿意提他，妈老提我，就像哎呀，就感觉他妈像自己在公交车上被人猥亵了一样，天天蹭来蹭去的。加拿大现在不是就是因为移民门槛提高了，所以其实庇护是现在最不明智的选项，特别不好办了。而且保守党上台之后，很有可能把原有积压，你知道现在积压多少申请吗？好像是，嗯，
多少万，十几万还是20几万的申请，就是现在积压没审理的难民人数巨多，而且这些难民人数按照他们的速度，不一定哪年才能审完，可能10年都审不完，所以保守党不好说一刀给切了，从头重新申请。今年的旅行计划，假如出了北美的话，大概率是东京。我今年有2个特别想去的地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的佛罗里达。我刚才直播之前还在看秦胖子的直播，我想去佛罗里达跟秦胖子拍视频。温哥华的天气下大雪了，温哥华前2天下了一场大雪，但是现在都化差不多了。然后今年的冬天雨很少，晴天很多，然后稍微有点冷，从后天开始就回暖了，后天可能就涨到零下1、2度那个水平，最冷最低温度零下1、2度。本来计划3月份来温哥华，太冷又想自驾推到6月了。6月可以啊，6月是特别好的时候。假如你5月份来的话，但是啊，3月底来可以看樱花。你要是5月份来的话，温哥华玩完了直接自驾班夫。5月份的班夫还不错，人又没有那么多。其实我对印度同学印象不差，他们英语虽然口音重，还算清晰，学习也认真，跟他们聊天也很友善，乐观积极努力。难道又是我的错觉？不是你的错觉，就人是分群体的，你遇见的印度同学可能是比较好的那个群体，而且说明你对印度人不敏感不自卑。有好多中国人对他们是忍受不，就天生看不起人家，就接受不了。我觉得印度这个群体，就从移民这件事来讲啊，是比中国人厉害的，他们更适合办移民，更有走出去的勇气，而且更有可以适应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的这个状态。佛罗里达肯定主题公园啊，主题公园玩完之后，迈阿密、大沼泽，大沼泽完 Key West，Key West 玩完之后，理论上来讲应该回来了，跟秦胖子拍个视频就该回了。但是，假如还有闲钱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坐个那个游轮，游轮也不错。温哥华烟酒的价格，好贵，好贵。你要是不想戒的话，努力赚钱，本地赚钱本地花还行，但是你要是喜欢抽烟啊，最好是从国内带点过来，然后每个朋友从国内带来，你都让他们给你带2条烟吧。买烟的朋友都崩溃了。但是温哥华也有卖走私烟的吧，就便宜点。自驾去 RCIP 小镇转转，我也有这个计划。开春了之后去 RCIP 的小镇上转一转，拍点视频。从加拿大去美国看亲戚朋友，带什么特产有推荐吗？这我还真不知道。加拿大到美国能有啥特产啊？大家东西都差不多。大鹅，就我想不出来。始祖鸟，上面说的移民费用30-40万、180万，光指雇主担保的费用吗？对，是的，就是你从没有 PR 到拿到 PR 要花的钱。那拿到 PR 之后就没人管了。但是你要是真是雇主担保，真的上班呢，你可以用你的工资去 cover 生活费。你要是造假的，那花的更多。印度移民想起了福建严选，看福建人偷渡去哪就是下一个机会点。我操，太有道理了！我操，福建严选牛逼。我反正你不能说印度人，印度人，我觉得民族是有共性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支黑嘛，说中国人这个，中国人那个的。那我也是中国人，我觉得我不应该被他们就是框在一起去黑。假如说你不希望被别人把你框成中国人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对印度人也要保持这种态度。加拿大买始祖鸟也不便宜吧？
我不知道国内现在卖多少钱，但是我觉得就能买到真的就挺好。我昨天还买了个始祖鸟的那个毛线帽子，70加币。行了，119个人啊，到达我们频道这个观众巅峰了。剩下接下来这些都是从教主那儿刚下播过来的吧？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啊。这个移民是个不容易的事儿，我也不想担这个因果，不忽悠大家来，也不忽悠大家不来。大家也要警惕那些忽悠你来和忽悠你不来的人，都是流量。我特别喜欢庞博说的那句话，就是什么“你不是薛定谔的猫，你就是巴甫洛夫的狗”，指的就是流量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现在也在每天检讨自己，有的时候做的各种的事好像都是为了流量，会数据焦虑，这样会把人变得特别不真诚。但是不真诚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所以属于一个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过程。放下数据追求，回到自媒体的本真。我再接再厉啊！今年争取做新频道，做播客，多跟大家聊天，而且多跟别人一起录视频。考拉吧往期有关于 SUV 的视频吗？有的，你搜跟考拉喝杯酒 SUV，然后你就能搜到。SUV 我的态度就是能不办尽量不办，然后要办的话就两种，一个是你自己主导的 SUV，你真的想做这个买卖；一个是有真金白银投资的 SUV。这会儿本来就难了，几年前呢？几年前，哎呀，我想我这期视频说了这么长时间了，还得再说一遍，移民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不是这会儿和几年前的问题，是移民是需要一个，你想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想有收入，是需要你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做到的事儿，不是说你拿到身份就叫移民了，拿到身份变难了，反而可以让能拿到身份的人更多愿意留在这儿。老崔小白频道看了，找工作方向很有帮助。老崔小白的频道真不错，老崔小白嘚不嘚啊？推荐大家去看。加拿大我最喜欢的 UP 主，排行第3的老崔小白嘚不嘚，排行第2的老王来了，我的教主，排行第1的，哎，频道观众有人知道排行第1的是谁吗？看看大家是不是了解我。单纯去打工不移民的话可以吗？可以，那个就叫海外劳务，有专门办海外劳务的，但是就纯粹是体验生活，而且生活很辛苦。哎呦，这个萝卜我都没怎么吃。有人知道排行第1的频道在我心目中是哪个吗？加拿大的自媒体。叫加拿大光头日记。前几天他们在多伦多举办的那个游行活动和那个听证会上，跟那个市议员什么辩论，我特别特别感动。我要是在多伦多啊，光头日记有人说，我要是在多伦多，我一定要冲过去看。哦，应该是有延迟，所以你们说光头日记的时候，我是晚一点才看到的，还是有人了解我的。加拿大光头日记，我最喜欢自媒体，可惜他不在温哥华了，他。然后当时他说有一员猛将啊，律师助理，现场给他们出主意那个就是我的网友，从最早移民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聊天，可能2020年就开始跟我聊天的一个网友，然后人家成功办下身份，又考下律师助理的执照，在这种时候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励志故事，留下56啊，我是一直没怎么看，但是我最近稍微有点关注，偶尔看一看，我觉得挺好的。但我之前一直就没看，因为之前对我来说，零下56是一移民博主，就跟我同行的我就不太看。但是后来他采访的有几个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他采访的人里边也有我关系特别好的网友嘛，所以我就看一看，我觉得也不错。老白频道说的对，
我现在跟教主养成一个一样的习惯啊，再见再见嘛，再见好久。老崔、小白嘚不嘚，老王来了，加拿大光头日记这3个频道推荐给大家。加拿大光头日记是在抖音和小红书啊短视频，那个老王来了和老崔、小白嘚不嘚都是在油管，而且适合那种就是这种1个多小时的视频，特别适合生活在北美的人。因为每天上班和下班开车都需要有一个东西在旁边，它就相当于广播了，它可以在你耳边一直响着，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也想做一个另外的频道，然后做一播客节目，也做 YouTube，就是每天陪大家上下班，做点有意思的事儿，做点跟钱没关系的事儿。这期视频就到这吧。今天的人数巅峰是121个人，大概。感谢大家收看啊，咱们下次再见。跟大家录个视频，详细聊一下 RCIP 吧，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下次再见啊，拜拜拜拜。那个方脸没发币，但是李老师发币，方脸支持了一下。啊，对，我特别想聊那个话题，叫反共自媒体的变现困境，太有意思了。包括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儿，我太想做这个视频了。相当于10年前听郭德纲的相声和锵锵三人行，没错。而且我想多采访一些人，或者说跟别人合作拍视频。一个人对着屏幕输出啊，是挺爽的，话都让我抢了，但是密度太大。有人一起互动，可以激发出更多的。我现在觉得，我老听别人的播客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包括我老听 X 博士，我最近可爱听 X 博士了。我觉得有人一起讲话挺有意思的。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啊，下期再见，真的再见了啊，拜拜拜拜拜拜，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陪我喝酒。然后国内的元宵节过完了，加拿大好像今天就是元宵节吧，元宵节快乐，拜拜。